继承了父母的遗产后，我连夜逃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囤够了大量的物资，并且将房子改造成固若金汤的城堡，开启了蜗居生活。本意是不想让那些心怀叵测的人找到我，没想到却居然爆发了丧尸病毒。父母意外双亡后，继承了遗产的我就发现身边所有人对我的好都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了，他们每天对我不断的威逼利诱，而且我总觉得父母的死亡并不是意外，而是有人预谋已久。我思考了一下，打算逃离这里，去过我想过的生活。说干就干，我将所有遗产全部变卖，拿着4亿多的存款，连夜逃到了一座陌生的小城市。在郊区的别墅楼盘里购买了最角落的一栋别墅，开始新的生活。之所以购买这栋别墅，是因为这栋别墅的位置比较偏僻，周围人烟稀少，平时不会被人注意到。最重要的是它有一个跟地面上同等面积的地下室，我现在极度缺乏安全感，住在地下也许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紧接着我大手一挥，请了一个施工队，开始对别墅进行大改造。首先要做的就是加固房屋围墙，围墙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加高加厚了1米，现在足足有3米高，而且还在上面装上了电网，地下放上地刺，只要我不作死，出去到处乱跑就不会有事。房子的大门和窗户也要换掉，我购买了最好的防爆门和防弹玻璃，钱给到位了。这些工人的工作效率快了不少，很快就装好了。接着我又订购了太阳能板和雨水净化器，请了几个专业的师傅将其装在别墅楼顶，这样我就可以完全实现全屋自行供电和饮水的问题了。考虑到如果是连续几天下雨，我也没有电可以用，所以我又在别墅的一间库房里囤够了大量的煤和大量的柴火，在没有电的情况下，还可以靠这些生火做饭。别墅后院的空地也不能浪费，我把地都松了松土，在上面种上了一些瓜果蔬菜，比如豌豆、向日葵、土豆之类的，还去菜市场买回来好几只文昌鸡。这鸡体型小，吃的少下蛋多，将其养在了后院，闲来没事还可以溜溜鸡，而且还是日后蛋白质补充的主要来源。想到别墅比较偏僻，为了能第一时间了解到城市的动态，我买了几个家用监视器，安装在了各个房间里，包括别墅的大门外，只要不断电断网，我就可以在地下的监控室里清晰的看到屋内屋外的所有情况。还有2个太阳能的监视器，我连接了远程控制，将它们安装在了商城门口的树上、马路边的栏杆上，可以让我在未来看到城市中的所有变化。做了这么多，并不是因为我太过小心谨慎，毕竟贪婪使人疯狂，我害怕那些见到我逃跑的人变得恼羞成怒，做出什么违法行动的自我保护。别墅的装修也在我花钱假期下1个多月就装好了，我心满意足的搬进了别墅的地下室，开始疯狂网购各种家电设备。小时候被老妈管得比较严，平时什么都不允许我吃，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开一间超市，每天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既然现在钱多的花不完，不如就把这栋别墅打造成我的私人超市。看着空荡荡的别墅，我打算去实现我儿时的梦想，将这里改造成我的私人超市。说干就干，我来到建材市场购买了大量的超市货架，然后像普通超市一样将货架摆满了整个房间。接着我便开始制定我的囤货计划。我先是在网上下单了卫生纸、暖宝宝、冰凉贴这些易消耗的生活用品，基础单位直接每样100箱起步。至于食物，我家本身就是做食品行业的，对于食品批发我也熟悉，自热火锅、自热米饭、压缩饼干、火腿肠、各种口味的方便面、肉食类的罐头，这种能储存时间长的食物，我选择直接在网上订购，每样100箱。随后我又拿着一张购物清单来到超市，我并没有着急的冲向货架，而是找到超市的管理人员，直接把购买清单递给他，让他备货，一共要大米100袋、糯米100袋、白面100袋、调和油50桶、盐100袋、味精100袋、淀粉100袋、酱油、蚝油、生抽、老抽、陈醋各100瓶。他把看完的清单拿开，接着去看第2页，各种水果，每样100箱。但是考虑到这么多的水果不好储存，每种最多买50箱。
而像南瓜、冬瓜、胡萝卜、豆类这种相对还算好储存的蔬菜就多多益善。另外我还订购了鲜肉500斤，腊肠腊肉各1000斤。经理看完后震惊地问我：“你这是上超市进货来了？”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跟他说我是做慈善机构的，再加上我又是生面孔，话里话外暗示自己这里可以打折，希望以后彼此多多照顾生意。于是我也笑眯眯的表示好说好说。随后他也没再多问什么，笑着赶紧安排员工开始备货。物资里药是最难买的，我分批次在网上各大药店下单。消毒水、消毒液、碘酒、酒精、纱布等物资都是暗箱购买，这才勉强凑齐了所需的药。另外我还囤了一些不限量的维生素和钙片，考虑到别墅靠近山林蚊虫比较多，我又购买了不少蚊香、花露水和消炎止痒的药膏。接下来就是要一趟趟掩人耳目的往家里搬运物资了。好在我住的地方比较偏僻，周围人烟稀少，搬运物资也不会被人注意。随后我又请了几个工人，将物资进行了归类。1楼是粮油和饮料区，2楼是生鲜蔬菜区，3楼则是零食水果区，外加生活用品区。看着满满当当的家，我第一次有了充实的安全感。但是想到那些见我逃跑的人会变得恼羞成怒，做出什么违法行为，我还要再去准备一些武器，以备不时之需才行。早上5点，我准时起床，一大早就出了门，因为我已经出逃3天了，我得把握接下来的每一分每一秒。前2天我已经把家里的门窗全部更换了一遍，围墙也已经加高加厚了3米，还在上面装上了电网。后院的空地也已经松了松土，在上面种植了各种蔬菜水果，而食物我更是囤了好几年的量，可是这还远远不够。我虽然加装了雨水收集器，但是考虑到收集的雨水里面有大量的细菌，并不能直接使用，我还需要一台净水器才行。为了保险起见，我还要再囤一些纯净水，以备不时之需。另外我还要再去多买几台冰箱，防止食物变质。我把所想到的全部都记在了纸上，之后我又来到了仓库，粗略的统计了一下家里的物资，米面粮油足够了。至于蔬菜和水果，因为不能长时间储存，我没有囤太多，但是加上后院种的，我一个人根本吃不完。药物的话，只要不生大病也勉强够用。现在最缺的就是生活用品和能够用来换洗的衣物。想到这里，我立马开车直奔超市而去，推着购物车开始扫荡物资。卷纸买了30箱，抽纸30箱，洗发水、沐浴露、洗衣粉、洗衣液全家桶各20套，洗面奶、润唇膏各10箱，牙刷、牙膏、漱口水各15箱，牙线、牙签各2箱，热水袋15箱，暖宝宝15箱。想到马上就要换季了，我又来到家居服饰店，开始疯狂选购。我直接购买了贴身内裤100条，羽绒服50件，保暖衣、保暖裤各50件，毛衣、毛裤各30件，床上4件套也买了50套。购买物资用了1上午的时间，而午饭只是随便对付了一口，便开始将购买的物资一件件的往屋里搬。做完这些后，我购买的冰柜也送到了。我把所有不好储存的东西全部都放进了冰箱里。弄完这些后，冰箱还剩下不小的空间，我打算再去买一些速冻食品，这样偶尔还可以换换口味。说罢，我就直接跑到冷冻批发市场进行购买。各种速冻水饺、速冻汤圆、速冻蛋饺各50箱，速冻牛肉卷、羊肉卷、鱼肉片、无鸡卷各100箱，冻鸡腿、鸡胸肉、鸡翅各100斤。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我来回跑了好几个市场才勉强凑齐。我住的地方比较偏僻，电压并不稳定，特别是雨季经常停电。我又订购了5台发电机和100桶汽油，以备不时之需。做完这些后，天色也渐渐黑了下来，我特意给自己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一边吃一边思考着我的囤货计划。这时我突然想到，光是有充足的食物还不够，我还需要有能够与他们抗衡的武器才行。我去了一趟黑市，购买了大量的武器弹药，然后趁着天黑没人，将购买的各种武器一件件的搬到屋里。就这样整整折腾了1个晚上，我拖着疲惫的身体睡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久，我居然被一声炸雷惊醒。等我去监控室查看情况的时候，才下午1点，外面已经变得一片漆黑，
只是能隐隐约约看到狂风吹动的树枝，哗啦啦全是暴雨的声音。我没有过多理会，而是在楼上的冰柜里找了一袋水饺煮了。我现在食欲并不算太旺盛，因为长期窝在家里，基本上每天吃一顿就能满足我能量的消耗。考虑到这样对身体营养的摄取不太好，所以我又网购了大量的维生素和各种药剂。吃完水饺后，我打算去玩会游戏消磨一下时间。我早就在家里装了个私人游戏室，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进去玩过，打算今晚就去试一试。就在我玩的正起劲的时候，隐约间就听到了一声恐怖的叫声，我只是愣了一下，就继续玩我的游戏。然而就在这时，又是一声凄惨的叫声，我下意识的将游戏按了暂停键，疑惑的走出游戏房。这果然不是游戏里发出的声音，我快步走到监控室进行查看，外面依旧是电闪雷鸣，下着瓢泼大雨。我只是看了一眼，没再理会。但就在我要离开的时候，一张青面死灰还张有獠牙的脸突然就出现在画面中，吓得我倒退一步，摔在了地上。这是什么东西？是真的丧尸吗？我急忙将手机打开，微博热搜果然爆了，比小日子排放核污水还要火爆。末日降临，丧尸成群，视频里乌压压的全是浑身血污、四肢僵硬的丧尸，他们疯狂的追着人跑，速度惊人，就跟丧尸电影里的一模一样，吓得我手一抖，手机就掉在了地上。我紧张兮兮的盯着监控，没过多久，一道闪电划过，一张恐怖的脸又出现在画面中，他狰狞着，嘶吼着，猛烈的撞击着我的大门。还好尝试过多次，发现撞不开后，僵硬着身子走开了。我紧绷的心弦这才松开，浑身无力的瘫软在地，意识和大脑一时间处于宕机状态。我不明白老天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一场莫名其妙的车祸带走了父母的性命，留下的遗产又让我成为怀璧其罪的人。我好不容易逃了出来，准备过上潇洒自由的生活，又遇到了世界末日。这操蛋的生活，我爆了句粗话，却突然豁达了。当下这种末日躺平的日子似乎也不是过不下去。首先，我这间屋子装修的十分坚固不说，还能实现自行供水供电，地下还有特殊处理过的排污和通风系统。其次，我还拥有了一间家庭超市，食物什么的也根本不用担心，至少够我苟活2年。至于那些想要寻找我和想要抢我食物的人，我还有足够的武器可以对付他们。想通了这一切后，我开始踏踏实实过上躺平的日子，除了没有货源补充外，一切都跟我原先预想的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2年后我还没等来救援，那也没有活下去的必要了。得知丧尸爆发后的我也豁达了，在私人游戏房里踏实的睡了一觉。第二天一早，外面已经从狂风暴雨变成了艳阳天，室外温度高达45摄氏度。我从冰柜里拿出了一瓶冰可乐，这才慢悠悠的转回到地下监控室查看情况。这次的画面足够清晰，我可以清楚的看到外面奔走的丧尸，目前只有零星的2、3个了。就在这时，一个身穿高档定制西装的丧尸进入了我的视野，他好像就是我搬家进来时遇见的那个总裁。那天的他还是对我一脸不屑的样子，没成想如今已经变成了这副可怕的模样。不过好在他现在变成了丧尸，就没有人知道我住在这里了。再加上我住的比较偏僻，在目前来看我还是相对安全的。接着我又看了一会监控，发现丧尸们只是在无聊的打转后，我就失去了兴趣。我来到楼上的蔬菜生鲜区，找了一些青菜、香菇、金针菇以及一大块鲜牛肉，又在冰柜里找了一些丸子和虾滑，然后又拿出了多功能锅给自己煮了顿火锅，打算边追剧边品尝美食。当我刚打开电视，就发现早上7点左右的时候，一些沿海的地区，还有一些零星的其他城市，全都是有关狂犬病的报道了。窗户上和大门处就趴满了丧尸，咚咚咚，撞击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这时我才意识到是自己电视声开得太大了，我突然有些后悔，当初装修的时候就应该将楼上跟地下室一样装修成全隔音的状态了。我叹了口气，为了不被这些丧尸骚扰，我只能将火锅搬去地下室。吃完火锅后，我内心总感觉不安全。虽说这个房子异常坚固，但在这末世里，难保别人不会有什么比自己更加先进的武器。而我购买的这些武器能够防住丧尸，但并不意味着就能防住所有人，我还是要小心为好。
为此，我还在屋子里的各个角落都撒上一层细细的灰尘，把自己家弄得好像是没有住人一样。一方面能够提高自己的存活率，另一方面也能达到掩人耳目的效果。至于地下室的位置，我做的是一个暗门，而开关则装在了房子的装饰品上，十分隐蔽。我进入地下室后，还能把门进行反锁，就算找到了开关，也没办法打开。只要不被别人发现，再加上食物充足，蜗居在里面还是很安全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就是要将楼上的东西一件件的往地下室搬运。首先，我准备将楼上的超市原封不动的搬到地下室去。为了不弄出响动，我每天只能少量多次的进行搬运，直到第20天才终于全部搬完。至于屋内的其他东西，我根本不用动，因为我本来就住在地下室，再加上装修的时候，我已经将地下室该买的东西都已经买完了。之后我还将我养的几只鸡也搬进了地下室，它们可是我日后蛋白质补充的主要来源。考虑到地下室并没有修建专门的养鸡房，我只能将一间杂物房作为养鸡的地方，但是每天打扫这个房间却成为了我最头痛的事情，味道实在太大了。我常常怀疑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养鸡，直到我在鸡窝里找到了第一颗鸡蛋的时候，我才万分感激我当初的决定是多么的明智。有了蛋白质的补充来源，接下来我该考虑的就是食物短缺的问题了。虽说我在家里囤够了大量的食物，但这些食物总有腐烂吃完的一天。我趁着还有网络，立马就上网查询如何在昏暗的环境下种植瓜果蔬菜。目前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没有土壤，这就意味着我如果真的想要在地下室种植的话，我必须要冒险出去一趟。其次就是地下室没有光照，还好我百度了一下，网上说可以用灯光代替，但根据我看过的丧尸电影以及这么多天对丧尸的观察发现，他们对声音和血腥味极其敏感，只要我一出门，必然就会被他们发现。就我这小身板都不够他们吃一顿的，怎么办呢？我满脑子都在想怎么去外面收集泥土的时候，外面的情况已经越发恶劣了，越来越多的丧尸在小区里出现，天气也变得极其异常，白天的气温高达50摄氏度，晚上却在0摄氏度左右徘徊，而且还陆续出现了停电停水。这就意味着大多数的幸存者都没法开空调了，接下来都要在饥饿和寒冷中度过了。虽然我有充足的电可以用，但是我也不敢打开空调，因为空调外机都是装在了室外，一旦开启，巨大的轰鸣声会引来丧尸，破坏不说，最可怕的就是会吸引到一些心怀叵测之人。末日并不是所有人的末日，对于那些不法分子来说，末日反而成为了他们的狂欢。不过好在的是，我长期待在地下室，相对来说温度会低一点，地下3层更是深入地下10多米，室内温度也有10几度，白天还是比较好熬的，晚上有电热毯倒也并不难受。目前我最为心焦的还是食物的问题，如果弄不来土壤种植蔬菜水果，就目前这些蔬菜水果总有吃完的一天，到那时我又该怎么办？看来摆烂的道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丧尸爆发的第32天，这天早上我本来想再去看看新闻，结果刚一打开电视就发现已经断网了。不过倒也是坚持挺久，这下我只能在游戏房里玩单机游戏打发时间。因为我所住的小区位置比较偏僻，再加上入住率极低，每天除了在外面晃荡的丧尸外，并没有什么特殊情况，所以我并没有特意去查看监控，而是依旧安稳的过着我的小日子。然而真正的危险也正在慢慢逼近。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40天，我依然没有冒险出去，而是依旧选择摆烂。在吃过一碗自热米饭后，就准备睡一个午觉，朦胧间就被一声巨大的爆破声惊醒，吓了我一跳。感觉到大事不妙的我连忙赶去监控室查看情况。通过监控，我看见门口此时正站着4个身穿迷彩服的男人，他奶奶的还真是够牢固的。其中一个男人爆了句粗话后，就从后面的吉普上拿下来一个类似炸药包的东西，放到了大门口。然后他们站远了一些，将手中的遥控器按下，一声巨大的爆破声在我耳边炸开，我心中咯噔一声，有了不好的预感。只见他们中个子最高的那个男人开心的跟另外几人说道：“终于破了，兄弟们跟我一起冲进去看看。”等他们进门看到富丽堂皇的装修后，一个比一个激动。其中一个胖子连忙往我那好几万的真皮沙发上一坐，笑眯眯的说道：“
没想到老子竟然有一天也能住上这样的房子。此时的我心里慌得不行，万一被他们发现地下室的入口，那我就危险了。我在地下室的监控里全方位的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从他们的交谈中，我知道了他们是在乱世中结伴搜寻物资的四兄弟。为了更方便的称呼他们，我给他们取名为甲乙丙丁。个子最高的那个男人是他们的大哥，长相凶狠，脸上带着刀疤的是老二，老三就是那个躺在沙发上的胖子，老四则是一个文质彬彬戴着眼镜的男人。这4个人一看就是一些不法分子，关键是他们手里还有大量的武器，我心中慌得不行。第一反应就是先去把地下室的门反锁了，然后就是舍弃我每天玩游戏的时间，抱着一大堆零食坐在监控室里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只见他们从车上搬下来了大量的物资，还有很多饮用水，看来是想把我这间房子当做他们的据点。通过废话最多的那个胖子口中得知，现在外面的丧尸已经大规模爆发了，很多街上都看不到一个活人，到处都是游荡的丧尸。他们4个人因为身体强壮，再加上还有大量的武器，所以搜寻到了不少的物资，但是在末世下，靠他们几个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城里的很多幸存者都是像他们这样组成了小队，互相对抗，想夺资源。他们中的丁老四原先是个生物化学研究员，他研制出了大量的炸药，以他们目前的实力来看，在这个城市的小队中已经算是顶尖了。但贾老大还是非常谨慎的，他怕别人眼红，又怕对方人多势众，所以就一路驱车来到了这个别墅区。刚一下车，身为团队智囊的丁老四一眼就看出了我这栋屋子加装了大量的太阳能发电板，能自行供电。这对于现在的极端天气来说，有电才能更好的活下去，所以他们就将目标确定为我这栋屋子作为他们的据点。通过他们的交谈，我还知道了丧尸全身上下是没有弱点的，唯一的弱点就是头部。然而就在我通过监控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时，通风口处有一股浓烈的尸臭味传来，原先还没有感觉到这么臭。我将监控画面一转，发现此时房子周围到处都是丧尸，这应该是他们弄的动静太大了，将小区的丧尸全都吸引到房子周围所导致的。我连忙将空气净化系统打开，想到这，我不由得偷偷笑了起来。虽然我不差钱，但当时装修的时候，因为楼上有大面积的窗户可以通风，我并没有特意去装全屋的空气净化系统，而地下室因为难以通风，所以我只仅仅改善了地下室的通风，还装上了空气净化系统。这下这4兄弟怕是要被臭死了。我看着监控画面，笑得眯起了眼睛。如此一来，他们应该很快就会走了吧？没想到很快我就笑不出来了，因为他们发现了我存在过的痕迹。只见老奸巨猾的丁老四提着一袋我留下的一些生活垃圾，跟其他3人说道：“这里不久前还有人居住，垃圾袋里面的果皮还没有完全腐烂。”听完他的话，另外3个人立刻拿着武器在房子里四处的搜寻起来。我紧张的盯着监控画面，只要有人走的离暗门或者开关近一点的地方，我的心脏就跳得飞快，生怕被他们发现端倪。还好他们没有去过其他的别墅，不然很有可能会发现这里所有的别墅都带有一个巨大的地下室。很快他们就将整个屋子都搜了一遍，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胖子第一个选择放弃，再次往我那昂贵的沙发上一坐。这时老大也走了过来，问道：“胖子，老二呢？”“可能是去搜寻物资了，这屋子里一点吃的都没有。”贾老大点了点头，也放下了手里的武器。“胖子，我们还是要小心谨慎一点，防止这栋房子的主人回来，或者别的小队找到这里。”就在他们说话间，老二也回来了，满头大汗的他拿起空调遥控器就想打开空调。丁老四见状，立马闪身上前，一把夺过空调遥控器。老二从地上爬了起来，眼睛一瞪，本来就长相凶狠的他，此时的样子更加凶狠了。但丁老四却丝毫不怕他。“你个蠢货，空调外机的轰鸣声太大了，会引来大量的丧尸，你想害死兄弟们吗？”说罢，他就将我放在屋子里的电风扇打开，4个人这才舒服的发出了呻吟声。我看着监控画面，用力的捶了捶拳头。我怎么忘记把这个搬下来了？随后便听到丁老四继续说道：“本来这间房子还是足够牢固的，但是现在门被我们破坏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和之前一样，每晚轮流值夜。”
大伙都点了点头，并没有什么异议，各自找地方休息去了。很快，监控中就传来如雷的鼾声。见他们不再交谈了，我连忙将声音调至最低，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还好没有被他们发现。为了安慰我紧张了半天的小心脏，我决定晚上要吃顿好的。但是想到此时的楼上有4个凶神恶煞的人，我就放弃了这个想法。抱着一大堆零食，打算将就一下。虽然他们不再搜索屋子本身，而是将注意力都放在了外面，但我还是有些不放心。索性就将被子和枕头都搬来了监控室。之后一直也并没有发生任何异常，我也就昏昏沉沉的睡着了。第二天一早，他们吃了自热米饭后，贾老大就和刀疤出去搜寻物资去了。胖子依然窝在沙发上睡觉，而丁老四则是把我2楼的书房改造成了实验室，此时正在那里摆弄着一堆黑色的东西。我盯着他看了好久，也没看出什么名堂来，但猜想应该就是他们先前说的炸药之类的东西。就这样平安无事的过了几天，在此期间，我发现丁老四从来都不用出去搜寻物资，每天都是其他3人轮流出去搜寻物资，而他就只是窝在实验室里一待就是一整天，也不知道每天都在研究些什么，真怕他把我的房子给炸了。这天轮到胖子和刀疤出去搜寻物资，贾老大则是在门口研究能不能把门加固一下。丁老四依然待在实验室里，我本觉得这应该又是普通的一天，便打算起身去游戏房玩会游戏。刚要走出监控室，突然就听到监控中传来了胖子的声音：“大哥，大哥，快出来！”贾老大听到声音后，连忙跑了出去。一出大门，就看见胖子搀扶着浑身是血的刀疤从吉普车上下来，浓烈的血腥味很快就吸引了不少的丧尸。贾老大连忙掏出武器进行抵挡，很快院子前围满了丧尸，屋子里再次传来了难闻的味道。我连忙将空气净化系统打开，再看监控时，胖子已经将刀疤扶进了屋里。此时的刀疤面色苍白，半个身子都被血染得通红，眼睛半闭不闭的，看上去马上就要休克了。他整个人挂在胖子身上，搞得胖子也浑身血淋淋的。我顿时也紧张起来，眼睛紧紧的盯着屏幕，好奇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贾老大帮着胖子将刀疤放到沙发上躺下后，丁老四也从2楼走了下来。只见他面色一紧，显得十分严肃。胖子，刀疤这是被丧尸咬了吗？他的语气冷冰冰的，不带有一丝感情。听完他的话，贾老大也一改担心的神色。胖子见状立马说道：“大哥，刀疤不是被丧尸咬了，他是被 A 区那群兔崽子打中一枪。”贾老大和丁老四听后这才松了口气，一起走到沙发前观察刀疤的伤势。之前还称兄道弟的4兄弟，现在有人出了事，每个人都只是在担心自己能不能活下去。看来在末世下，人心都是靠不住的。我继续观察着他们，通过他们的交谈，我知道了他们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这还要从他俩出门寻找物资说起。原本胖子和刀疤只是打算在城市边缘碰碰运气，没想到迎面就撞上了对方所带领的小队，也在搜索物资。对方小队大哥人称大背头，在末世降临前，他是 A 城有名的大佬，手里有大量的杀伤性武器，所以他在这个城市的小队中实力算是最强的。双方刚一碰头，大背头二话不说朝他们射了一枪。刀疤和胖子赶紧往回跑，可是奈何对方小队人数众多，没过多久他们就被围了起来。要不是他们原先就跟大背头有接触，大概直接就会被扔进丧尸群。大哥，大背头说让我们把那些土交出去，否则他就要带人将我们消灭。胖子低着头说话，声音虚虚的，我把音量调至最大，才堪堪听见他说到了什么土。我好奇的瞪大了眼睛，难道他们说的东西是炸药？贾老大听了胖子的回答后，脸色骤然一变。丁老四倒是挺淡定，他好像一早就预料到了一切，站在一边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这时贾老大的声音再次传来：“你答应他们了？”声音冰冷，不带任何感情。胖子听后更加无措了，低着头像个孩子一样，半天才轻轻的点了点头。丁老四看见胖子承认了，站在一旁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胖子继续说道：“大哥，当时那种情况，我不答应他们，他们就不是朝二哥手上开一枪那么简单了，我跟二哥很有可能就回不来了。”贾老大也一改先前重情重义的模样，整个人都变得冷冰冰的。既然你们答应了，
应该不是独自回来的吧？他话音刚落，我就见大门口的监控画面里又开进了一辆吉普车，车上走下3个人，其中梳着大背头，站在队伍最前面的那个人，大概就是他们一直在说的大背头了。这2伙人不会要火并吧？那这也太刺激了吧！吓得我赶紧搬来一箱零食，打算一边吃一边看他们相互对抗。就这样，我在地下室看着2伙人在我的别墅对峙。只见贾老大让其他2人进入战斗状态，看来贾老大宁可一战也不愿意把那神秘的土交出去。可见这土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大背头倒真是有种，既然只带着2个人就打上门来。不过他们手里的武器显然比贾老大他们先进不少。只见贾老大和另外2兄弟一边朝门外射击，一边朝屋里退。大背头他们则火力压制，想伺机往屋子里闯。我的天呀，在我面前竟然发生了只有电视上才有的画面。没等我兴奋多久，我就替贾老大几人感到悲哀了，因为大背头他们的武器要强出不少，很快他们就攻进了屋内。这时我才发现贾老大身上已经被血浸透了，看来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他已经中枪了。接下来让我更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他竟然也不顾房子会不会塌，直接拿出了炸药包，猛地朝大背头他们丢了过去。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在屋子里蔓延，整座房子都跟着晃动起来。还好我当初装修时用的材料都是最顶级的，房子只是剧烈的震动了一阵，我缓了好久才缓过来。等我再抬起头看监控时，我懵了，我的监控竟然全部跳闸了，头顶上的灯光也开始一晃一晃的，最终啪嗒一下全暗了下来，地下室一瞬间变得一片漆黑。他奶奶的，这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我爆了句粗口，看来我的太阳能供电系统被这一炸给炸坏了。不过还好当时为了应对南方的梅雨季，怕太阳光照不足，房屋设计公司还在地下室给我安装了一个发电机，并储备了20箱柴油。想到这里，我立马向发电房跑去。就在我刚准备将发电机启动时，我灵光一闪，停了下来。我突然想到，我这全屋发电是连接在一起的，如果楼上还有人幸存，特别是那个智商比较高的丁老四，如果还活着的话，他们发现没电之后又有电了，那不是直接就暴露了这个房子里还有别人在吗？现在监控也看不了，我也不知道外面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下该怎么办呢？